阿兰，是我。希尔什么情况？不是说好尽早退房的吗？再去催一下。好嘞。客官，都快晌午了，您今儿还退房吗？客官，您在吗？这间房已经订出去了，让他赶紧结账走人。我敲了半天了，里边没人应。客官，客官，我以为他们是夫妻，就没多问。他们脸蒙得挺严实的，穿的倒是很普通。你就没看清他们的脸？我这店这么大，来来往往的客人这么多，我一个个都要看清楚脸。我这生意还做不做了？哟，那你说说，这个没脸的男的，他的衣物里竟然没有1文钱，是为什么呀？我看是你把值钱的东西全都拿走了吧？这不会是个黑店吧？店里卖的是人肉吧？啊？是不是把你男人剁了也做人肉包子了？是不是啊？是不是呀？说呀，说呀，说呀，说呀！不说话，不说话就是承认了呗。大理寺的案子何时轮到禁军插手了？啊？我说你们几位可真有空啊！大白天的不去巡街，反倒跑来扰民。敲竹杠是吧？要多少？要多少？有多少？怎么回事？这么多人，干嘛呢？得罪了，得罪了，走，走。萨摩呢？蹲坑呢？哎，他们要再敢找事儿，马上通知我。好呀。萨摩，快跟我走！啊，快点！什么案子啊？三品大夫唐东里的独生女失踪了。失踪啊？对，希尔可是个杀人案，脸皮都被人给剥下来了。那个案子先验完尸再说。唐大夫私下委托我们，今天无论如何要把阿兰姑娘找到。阿兰，你们说的是阿兰吗？昨天晚上那个男人说的，就是阿兰。阿兰，昨天晚上，阿兰，一个蒙面男子过来敲门。阿兰，看打扮像个富家子弟。这房中的女子行迹也十分诡异。自打住进来，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，不吃不喝的。昨天晚上我实在是好奇不过，就隔着门缝偷看，发现她正躲在屋子里化妆呢，脸色红肿，
眼神凄怨，照镜子那个眼神啊，就像镜子里面是他的仇人一样，太瘆人了。直到昨晚，那蒙面的男人来找他，进屋以后就再也没出来。唐大夫嘱咐过，生不见人，死也要见尸。请。既然阿兰2天前就已经失踪了，怎么现在才让人查？前2天唐家自己也在找人，他们不想张扬。要知道，跟阿兰定亲的可是文丽。嗯，文家公子啊？对啊。文家可是开过重臣，待会儿别乱说话啊。那天我们家来了点南国的鲜荔枝，我就说呀，让阿兰送去给文公尝尝，正好也看看他身体怎么样了。午时，他从文家出来，就此没有踏进这个家门。我让人查了，有人看见我们家的轿子从文家走了，再问就没有线索了。这唐姑娘的婚期是定在……本来说好是10天之后，文家传话说，文公的病啊快不行了，得有个红事冲冲喜，非要把喜宴提前。前天我去文家跑了一趟，老文呐，他眼睛都睁不开了，我能说个不字吗？那唐家有什么仇人吗？您觉得的，可能的，会不会是人家复仇啊？我平素为人耿直，得罪了谁也不一定。我想会是贼人绑架，但他们抓走了阿兰，总得有个目的呀。不管是求财，还是报复，那总会让我们知道啊。这都整整2天了，一点线索也没有。既然是婚前绑走了唐姑娘，那莫非是她的仰慕者？胡说！我家阿兰温良贤淑，怎么会是那种招蜂引蝶的女子？我不是那意思。你家中可有唐姑娘的画像？有。哎，你去拿来给官人看看。主人。你看仔细，出事当晚，房中的女子是不是她？眉眼像，发饰也像，没错，就是她。有没有这种可能？这个阿兰不想嫁人，便把未婚夫约出来，谋杀、剥皮，然后逃跑。这个文大公子沉迷酒色，声名狼藉。阿兰因为这桩婚事心生忧虑，也正常。但是一个弱女子又出身书香门第，下手怎么会如此狠毒？一个弱女子逃不远，现在关键是先得搞清死者是谁。你们家主人呢？哦，我家主人重病缠身，不便见客。那你这是带我们去？哦，文夫人在。请。请坐。我家乡在你们大唐之西，你们可以叫我的本名而助理。文夫人，在下大理寺少卿李治，因查案需要，想见见文家的2位公子，不知可否方便？当然可以。二公子正在跟下人发脾气，大公子长居登州，但是在半个月前他回了长安，就住在城东的别馆。您上一次见到大公子文丽是什么时候？大概3、4天前吧。怎么了？我们怀疑他有危险。有危险？他没事吧？别着急，我们现在就去别馆，去了给你带消息。你可知文丽身上有什么胎记吗？胎记？
我不太清楚，因为他们俩是大夫人所生，我在温家待的时间也不长。你问这个干什么？我们在追查一具被剥了面皮的无名男尸。婚礼，他不可以有事，否则可怎么跟他爹交代啊？我爹的病治不好，你们谁都别想活！文涵，文涵，滚出去！太没有教养。没事儿，二公子担心主人的身体正在气头上，咱们走吧。文公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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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文公子！实在不行，我就翻墙进去吧。请问，你找谁？请问文公子还在吗？在啊。那还活着吗？我活着呀。啊？没关系，我这还会点外家功夫的，所以谁想杀我还费点劲呢。我们白担心一场，一会儿让三炮回去给文夫人报个信。尔朱离，我们刚去过文家，他一直担心你。是吗？你那小弟脾气可够暴躁的呀。他自幼学医，为人宽厚，最近也不知怎么了，风性大发，他把贴身侍女啊都赶跑了。绿桃从小跟着他，忠心耿耿，任劳任怨。可惜呀，有一件事情我有点好奇，但是可能有些冒昧啊。你问吧。你为什么不回家住呢？毕竟文公身体不是太好，不是吗？说实话，我跟我父亲并不亲近。早些年少不经事，闯了不少祸，差点被我爹逐出家门。我4年前去邓州做事，取了功名才赶回长安。哎，对了，明天是我大喜的日子，你们也来吧。我文某能交到你们这样的朋友，是我的荣幸。请，里面小酌几杯。好啊。死者后脑有伤，疑似撞击或是钝物重击，死亡的原因呢比较常见。但是这种剥皮手法却是匪夷所思，精彩绝伦呐！你看，死者的脸上神经萎缩，血液凝固，双颊与颈部有麻药的残留，说明凶手在动手之前……哎，少来！说明凶手在动手之前，先用麻药敷脸，麻痹的神经再用冰敷，待血液迅速凝结之后，立马下刀，在血液恢复液态之前切下面皮，刀口整齐，脉络清晰，下刀稳准狠，技法如神，佩服啊，佩服啊！长安城能做这件事的有几人？闻所未闻。再想想，仔细的想想。如果你肯牺牲自己，让我做一次活体实验，说不定我可以。大小来定鱼锁，开小。水里摸条鱼。快呀！摸条什么鱼？食儿特别足的鱼，手里拿了个偷来的钱袋，是条滑溜鱼。赵猫儿今天买酒阔气得很，还跟我东家打听哪儿脱手和田玉价高。滑溜鱼，滑溜得很，混坝子口那块地儿的。带我下水。赏你的。他不是犯了什么案子吧？杀人案，你信不？
不信，就赵猫那个胆子，最多偷个钱袋子，你让他杀只鸡，哭给你看。哎，我钱袋呢？啊，李少卿，没事儿，你跟四娘这么熟，她不会杀你的。谢谢紫苏姑娘。我们再去趟唐家。你坐下吧。是。我叫小云，跟小四一起陪着阿兰已经有8年了。可是小四那天和阿兰出去之后，也没再回来。你不要害怕，跟我们说一下，有哪些人对唐阿兰还有心思？我知道一些。和阿兰有婚约的是文家大公子，可是文家二公子也在追求阿兰。文涵。是，二公子给阿兰画过很多画，还买了香猫眼的发簪，都是让我带给阿兰的。2个人时常有书信往来，吟诗作对，所以我感觉阿兰也喜欢二公子，每次提起与文大公子的婚约，都会泣不成声。你这是帮了大忙了。奴婢不敢。怎么了？主人说，阿兰大婚之前回不来，我们都得挨板子。什么？主人还说，总之这门亲事不能出错，不能推迟。如果出了岔子，非但误杀，连命都保不住了。文家人真的得罪不起，2位官人可一定要为我们做主啊！好嘞，下一个。老板，这多少钱？我看看啊，看都不让看呀！我偷的吧？哎，赵猫儿，哎，这不是我的吗？你什么时候拿走的？我捡的。捡的？再嘴硬我马上报官。偷的。哪儿偷的？死人身上吧？不，赵猫儿，你的脚印留在作案现场了。那个，知道官府会怎么说吗？我进去的时候他就已经死了。赵猫儿，你不怕死人？我当时喝了点酒，趁着酒劲儿，我就把钱袋给拿走了，不拿白不拿。你不怕厉鬼找你报仇吗？不，那个，青天大老爷，三清在上，真不是我呀！我真没有杀人，我没有杀人啊！就这么点胆子啊？我问你，你没被那张脸吓湿裤裆？是什么？剥了皮的脸啊？哪儿啊？哎，那你见到的死人什么样？他挺清秀的，然后跟个娘们似的。你当真进的是四娘的凡舍？对。明天就是大婚了，你就乖乖听话。事成之后，我自然不会亏待你的。主人，快开门啊！主人，半夜3更的叫什么呀？阿兰回来了。啊？
阿兰回来了，快！这都半个时辰了，阿兰，你说句话吧。阿兰，你让我们怎么办呢？啊？明天文家就来迎亲了，你这，不然咱们退一退吧。哎呀，人家那边得给文老冲冲喜，你说咱们这儿啊，能有什么理由呢？怎么能说推就推？你说咱们唐家的脸面何在呀？啊！哎呀，阿兰呐，你明天能行吗？你看，我觉得呀，阿兰心里边喜欢文公子，这也都申了，不然就歇歇吧，好生服侍啊。是，主人慢走。夫人，走。阿兰，四儿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呀？阿兰，你倒说句话呀！阿兰，你受风寒了，滚开！萨摩，来壶酒。阿兰昨晚回家了，下午在文家摆婚宴，咱们去吗？这么一个书香门第的大才女，竟然为了老爹的仕途，居然嫁给这么一个浪荡子，是啊，可怜了呀！真是可怜，可笑啊！可怜。好热，怎么这么热啊？滚出去！文家的实力，这婚礼的排场也太小了吧？是啊，就是。哎呀，听说啊，是为了给文公冲喜临时办的。是吗？而且啊，我还听说啊，文公病重，由文夫人主婚，说什么婚礼习俗中西合璧，这也太扯了吧！就是啊，是历史什么道理啊？哎呦，你看看这是好好的姑娘。哇，好大的宅子啊！真不愧是文国公啊！啊，过来！我告诉你啊，
一会儿千万别手痒啊！哎呦，我知道，我不会乱碰的。待会儿给我仔细辨认。哎，不要！里面，这不是萨摩公子和李少卿吗？恭喜恭喜啊！我们得到文公子的邀请，怎敢不遵命前来赴宴呢？哦，昨天麻烦你们帮忙带信了，我二助理应该敬你们一杯。客气。怎么没见着文二公子呢？刚才在这儿，可能在前厅。你去那儿找他吧。啊，我们昨天来拜访他的时候他不在，所以我们去看看他吧。好，我们去找他。好。恭喜恭喜啊！哎，等等我！欢迎新郎与新娘入场。下面，一拜天地。二拜高堂。好，夫妻对拜。哎，赵猫呢？送入洞房。好，恭喜恭喜啊！这婚礼很有特色啊！谢谢。以后如果你结婚，我也给你办一个。啊？不好了，不好了！二公子的马在外面发了疯，又乱踢又乱撞的。怎么出这个人啊？会闹出人命吧？哎呦，好身手！玉。阿兰，阿兰，让我看看你。别忙了，来我这儿。咱俩从小一起长大的，小时候啊，你总是追着我乱打乱闹，怎么现在你我成了夫妻，反倒害羞起来了？阿兰，让我看看你。你怕我？
查理有。刚才死的那个不是文涵，那是谁？只是个替死鬼罢了。真正的文涵已经死在凡社了。你怎么知道？他的玉佩和钱袋是赵猫儿偷来。他当时潜入房间的时候，尸体还没被剥下脸皮。结合出入时间和验尸的结果，可以断定，死者必是文涵无疑。也就是说，之后又有人偷偷潜入了房间，把文涵的脸剥了下来。你听说过五谷换头术吗？那只是传说吧。对于身量相当的人来说，只要稍微改变一下面容，就可以达到以假乱真的效果。你是说，昨天我们见到的那个文涵，只是一个冒牌货？这样既可以除掉文涵，又可以洗清自己的嫌疑，真是一计高招。我问过唐家的侍女，她说文涵和阿兰有过旧情。什么？此事若已被文丽得知的话，会不会借了阿兰之口，将文涵约出来，然后设计害死他呢？我们得马上回去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别叫了别叫了！你真的应该好好的感谢我，帮你把那块皮给你扯下来。那个什么西域的易容术，纯粹就是骗人的玩意儿。难道你没有发现你的脸已经开始溃烂了吗？再过几天啊，你就会感染而死。要不是我啊，及时的给你用药，说不定你还等不到那一天。你不知道自己中毒了？你喝的茶里面有山茄散。他说，只要我乖乖听话，他就放我自由。他为什么要对我下毒啊？他是谁？他是尔朱离，这场画皮大戏的幕后元凶。你到底是谁？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她就是被文涵赶出家的那个侍女，绿桃。绿桃？我是绿桃。你怎么知道？唐阿兰出身于书香门第，从小受过严格礼训，所以走路时肩部会略微后倾，脚掌拖地，因为她要适应过长的裙摆，长期形成了这种走路习惯。而大欢那日，你走路的时候，肩部前倾，略向内缩，背微驼，只有低眉顺眼的奴婢才会有这种身子。随后从正门到前厅，再到洞房，你都熟门熟路，所以你一定是文府的奴婢。而这一天，文府的婢女好像只少了一个，那便是绿桃。那他为什么会赶你走啊？文涵，滚呐！文涵为人宽厚，性格沉稳。当他得知自己的意中人即将嫁给自己哥哥的时候，彻夜难眠。而你作为一个奴婢，劝他放手，激怒了他，所以被赶出文府。因为他心气儿高，不想让一个下人说三道四。可是他的心里只有唐阿兰。可是我爱他呀，我只是不想让他受伤。我知道我配不上文公子，可我……哎，可我……别哭了啊！再哭，你的脸就要烂掉了。而朱离正是利用了你对文涵之情，骗你说西域的易容术可以把你变成唐阿兰，从此你和文涵就远走高飞。原本是这么打算的，可是事情并没有我想的那么顺利。这你也相信啊？换脸之后，你跟文涵在凡社见面，打算私奔，可你没想到手术并没有成功，被他看出破绽，于是你痛下毒手，杀人灭口。那是一场意外。二公子他要找我见官，我情急之下随手一推，磕了他的后脑。我不是故意的，二公子。尔朱离剥下了唐阿兰的面皮换给你，随后再剥下文涵的面皮换给了唐阿兰失踪的书童，让他冒充文涵。所以之前我们看到的文涵其实就是那个书童。
而朱离借书童掩人耳目之后，又伪装金马失控，杀出了灭口，高手。可是四儿怎么会答应夫人呢？应该是和你一样吧，对心仪之人，欲知却不可求。书童暗恋小姐，丫鬟暗恋公子，为这点事就杀人，什么世道？夫人，他现在在哪儿？已经抓住了。多亏了赵猫儿。好。夫妻对拜。怎么一股腥味儿？那应该是唐阿兰的尸体。我有罪，可是夫人说她会帮我收拾残局的。你傻呀，他是在利用你，他还想杀你灭口呢。这儿朱离杀了3个人，到底想干什么？文公子，哎，文公子，啊！放开！让我杀了他！放开！放开！就是好生放开！住手！让他杀。我而朱莉不能跟心爱的人长相厮守，如果能死在他的手里，也是很好的。啊！文丽，你敢承认吗？你说话呀！4年前，你爹发现了咱们2个人的事儿，我求你把我带走，我跪下来求你，但是你走了，一句话都没有留下来。好不容易等到你回来，你居然说你爱上唐阿兰。文丽，你看着我，你爱他吗？爱不爱有什么关系？我娶的人永远不会是你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家世清白、性情贤淑，能当温家好主母。你以为叫绿桃假扮阿兰下毒，我就可以改变对他的印象？你错了。即使我不娶唐阿兰，也不会跟你在一起。但是他们不懂你，只有我最懂你。毒妇，蛇蝎心肠，你为了自己的私利，你到底要害死多少人？温丽，他快不行了，所有的财产都是你的，是我们的，我们可以长相厮守，一起过无忧无虑的日子。多么吗你！我今天就杀了你！一个女人，为了跟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，竟然杀了那么多人，这不合理呀！有什么不合理的？
男人如果喜欢她，自然会带她走。可是不喜欢，他杀那么多人，有什么用？真是脑子进水了。如果我喜欢一个人，那个人又不肯就范，你打算怎样？还能怎么样？用我的诚意打动他，用我的爱心融化他，用我的弯刀切牛肉给他吃。的确，我娘说的没错，女人心海底针，越美的女人心眼就越坏。你看，你心眼那么好，所以咱们才能继续做朋友嘛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疗伤。疗伤？哎，你哪伤了？有伤没事？用不用双叶来？哎。这都什么时辰了？吴大当家的怎么还不来练兵？大概是睡过头了吧？啊？不会吧？好像南哥已经去请了。当家的，当家的，天亮了，该出来练功了。当家的，当家的。当家的，来人呐！不好了，咱们家的出事儿了！来人呐！大早上的丧这个脸，谁欠你钱了？每天晚睡早起，干不完的活比驴还累。累就抽一袋呗。不良嗜好。不良嗜好，架不住老娘乐意呀。到底怎么了？还不是因为这帮无聊的官差，揪着别人的小小嗜好不放。上街变个戏法，观众被吓晕，能怪我啊？搞得我现在在长安城也不能自由出入了。那就好好干活。干着呢，老板娘。钱没赚着，还落一案底，倒霉。找李治了？切。
他铁面无私又小气，怎么可能帮我？你帮了他那么多次，就这点事儿，他随便打个招呼就能消了。好，那就找他。想到他那得意洋洋的鬼样子就烦。吸烟有害健康。老娘抽水烟。尸体冰冷，皮肤苍白，轻微水肿，肌肉收缩，尸斑浅淡，口鼻部熏样泡沫。没错，可以确认这个武士是溺死的。溺死？你看，尸体的手掌和脚部出现肿胀，但无擦伤，死前没有剧烈挣扎，有意思。能够确定他具体的死亡时间吗？根据尸斑判断，死亡时间应该是在午夜的子时到丑时。可是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有人可以凭空溺死，这一点就很奇怪了。李少卿，人证带到。小人周南见过李少卿。你是昨晚最后一个见到胡毅的？啊，回官人，是的。昨晚是我伺候当家的睡下后离开的。当时什么时辰？啊，是夜里子时。昨晚可有什么异常吗？没有。哦，除了昨晚当家的有一点暴躁。暴躁？对，其实这几日当家的都有一些暴躁，也不知道是谁得罪了他。后来早上也是你发现了尸体？哦，是的，当家的要我每天早上喊他起来练功，大家一起练。平时我在门外一喊他，他就会应一声。可是今天我喊了很久都没有应我，所以我就推门进来了。我才发现他被淹死在床上了。你怎么知道他是淹死的？他那个样子还不明显吗？我从小在河边长大的，浮尸也见过不少，就是他这个样子的。糟了，老大！老大，又有人溺死在房里了。又是谁？是一个修鞋匠，他老婆回了娘家。结果今天早上回来的时候，发现她丈夫已经死在床上了，而且民间有个传言，什么？说这是龙王之怒，因为今年长安城里有人对龙王不敬，所以……什么乱七八糟的？老大，你有所不知啊，这自古就有八水绕长安这一说。这八水指的是渭、荆、风、涝、豫、浩、阐、灞这8条河流。他们在长安城四周川流，而最终都汇入黄河。这长安城的气运自古都与水息息相关。为了百姓安居乐业，陛下每年都要斋戒7天，来供奉这8水中的龙王，让他们庇佑百姓。那这龙王怎么又会发怒呢？可是今年呢，在陛下斋戒到第6天的时候，出了怪事儿。忽然大雨滂沱，水排不出去，可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。陛下不得已终止了斋戒，回到了宫里。后来，民间就开始有传闻，说有2位龙王没有被供奉到，怕是要迁怒了百姓。三炮，怎么总是口无遮拦？老大，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啊？我和双叶在这里继续看看，有什么线索。你让萨摩和紫苏和你一起去鞋匠家。是。哎，就这儿啊！大概就是这样。
现在民间流言四起，棘手得很，咱们还是赶紧破案吧。我明白了，你是说这2起案件是同时发生的？很有可能啊，但是没有办法准确的预估他们的死亡时间，所以说不准。哎，我看这家的房子附近地势挺平坦的，不可能是引水进来把它淹死，再把水引走，没有水源聚集地啊。而且这房子背靠青山，前有暗山，中有明堂，按说风水不错呀。那姑且就像你说的那样，通过引水来把它给杀了。可房中只有床褥有水，其他家具都没有被水泡过的痕迹。这是怎么做到的呢？我们觉得是有人把它在水里溺死之后再放到床上，所以只有床上有水。你们在这儿聊什么呢？进去看现场。走吧。这死者的娘子，快安慰一下，快！像狗死的人啊！大嫂，有话好好说，怎么了？都是他得罪了龙王，才遭此祸事啊！他怎么得罪龙王了？前些天，他因为提问钱跟人起冲突，那小子凶险不给钱，我相公追到河边，没想到那小子为了赖账，竟然跳小河游走啊！我相公气不过，骂了几句龙王不长眼，没想到龙王就怒了，派了虾兵那龙王淹死我相公！你太草率了！为妻这就供奉哪吒三太子，今天明天将为你报仇雪恨。那你有看清楚那个跳河的小子是谁吗？不清楚啊！听说他是武行的人。武行？会不会和那个胡毅有什么关系啊？就是胡毅的小跟班，我听人说过。胡毅。就是胡毅的那个小跟班，我听说过。看丈夫醒了。哦。哎，帮我个小忙呗。不用还价了。免费行了吧？说吧。我呢，之前在长安呢，有点小小的错误。非法演出啊？哎，你说那官府非得抓着我不放，那么较真儿，搞得我都不能自由出入长安，所以案子破了，我帮你摆平。一言为定。嗯。那我们说说吧，你之前见过那个跟班吗？见过，他一直跟随胡毅学武，晚上就住在胡府。哦。那当天晚上他也住在胡府吗？对，是他伺候胡毅睡下的。早上呢，胡毅的尸体也是他发现的。要真是他，这一个晚上两边跑，也不嫌累吗？所以这个人呐，还得信命。命当如此，想逃你都逃不了啊！可我听说胡大当家之前请大师打过卦，还请了护身符随身带着，合着这都白请了。何止呀！你们知道胡毅为什么叫胡毅吗？为什么呀？他本身呢是个耍大刀的，因为他命里缺水，所以听了算命先生的，把名字改为毅，就成了胡毅了。哦，你们刚刚说的都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了。这个胡武师啊，之前有人说过
他八字轻。后来他不信，结果啊，总遇到这些个邪门的事儿。后来他找算命先生算，算命先生说他八字奇特，好像叫什么什么格来着。他命里缺什么，但是又怕什么，总之是跟水过不去，所以最后还是死于水中了，敌不过命啊！哎，练吧，练吧，练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哎，他们在干嘛呢？拜龙王。看来之前水冲龙王庙之事余波未了，明月错失。保佑啊，龙王保佑啊！哎，大哥，你们这是在干嘛？这你都不知道啊？最近长安城里刚死了2个人，好像都是被龙王给淹死的。那和你们有什么关系啊？大水冲了龙王庙，我们怕龙王迁怒，得赶紧献上祭品，以保周全呐。什么人在做这些事？哎，这么大的祭拜仪式都是长安城那些大富人家出钱安排的，反正我们这些小老百姓就跟着做就好了。哎，快快快，跟我们一起拜拜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2位官人又来了。我们还想再了解一些情况。该说的都说了，都是命。你这个护身符挺特别嘛，上次来的时候好像没见你带过吧？这位官人记性真好，自从老田走了以后，为了抵御龙王之水，才特意佩戴的。龙王之水，这是在哪吒庙开过光的。龙王再来，自有3太子剥他的皮，抽他的龙筋。啊，2位官人，进来说话吧。快请进，快请进。哟，你们家这，哇塞，多了这么多好玩意儿啊！这是长安城的妇人送来的，跟我非亲非故，真是大善人呐。听说我们家遭到了龙王的惩罚，所以送来了一些东西，说是慰问家里，给我减轻些生活负担，还送来了一些辟邪的器物呢。真是人傻钱多啊！不，我是说心地善良。你说这大善人咋也不救济我啊？哎，对了，这个大善人是谁啊？就是富甲一方的吴洪熙大善人呀，难得这么有钱的人接挂我们如此穷苦的百姓呢。啊，我去倒茶，你们坐。啊，不着急啊。哎呀，这个大善人可真是大慈大悲啊，菩萨心肠。嗯，不想吃案底了是不是？哎，这边取刑检啊！哎，感谢啊！恭喜！感谢上光。哎，这么多人，不会是在开仓放粮吧？过去看看。好啊，反正我又不用下案底。哎，知道了，用得着管我吗？我就看一下，不会耽误你破案的。哎，这位大哥，麻烦问一下，多谢啊！他们这么多人是在干嘛呢？多谢上光。吴洪熙要过寿，宴请全城的百姓，见者有份。好久不见，我不跟你们多说了，我要去排队了。又是这个吴洪熙，真是大好人呐！二位来到门前就是客人啊！一看二位气宇不凡，风姿潇洒，若不嫌弃，请二位进府喝杯清茶。不用了，我们还有要事在身，就不能不给面子。嘿，行。正所谓呢，山管人丁，水管财。吴洪熙是个生意人啊，所以你看，他庭院里四周都是水，且抱门而出。如今呢，这活水被阻拦了，变成了死水，所以说这财呢就出不去也进不来，只能困于这死水当中，财气尽断。你看池水都变黑了，想必呢是近日的传闻。吴洪熙怕这么大的池子容易招来水的祸事，所以把这活水都给阻断了。吴洪熙还信这些？不懂了吧？现在这有钱人呐，都相信什么财运呐、风水啊什么的。哎，你看像我，穷光蛋一个，我哪还有心思顾及那些啊？不过，我原来一到没钱的时候，就专门到这些有钱人家去看风水，给他们随便摆摆布局什么的，就能很赚一大笔。反正他们钱多了也没出息。二位贵宾久等了，请在此贵宾名册上留下您的姓名，明日送到。
他叫李志，哎，到时候一起来啊！不来，区区一商贾，他也配？哼，没事，别在意啊，他那人就那样。我叫萨摩多罗，萨摩多罗，千万别写错了啊！放心吧，明日一早送到凡社。身手不错嘛。你能不能小心点？这要换个人，早就死了。萨摩出去了。我来找你。找我？找你有事。这个案子，萨摩说免费。他说免，我可没说免。问吧。那个吴洪熙，你认识吗？吴大善人，我家的鱼虾都是从他家进的，买卖做得很大，乐善好施，是远近闻名的大善人。怎么了？那他跟江湖上的人有什么来往吗？买卖做得大，没点江湖上的朋友，容易遭劫呀。当年有河道劫渔船，他雇了武师，大干了几仗，算在江湖上小有名气。知道了。等等，怎么了？萨摩的案底，放心吧，包我身上。我希望你不要笑。为什么？他在这儿，我还能保他周全；可要是出了长安，我也救不了他。你也不希望他出什么事吧？官人，官人，哎，官人，我可什么都没做呀！官人，我住嘴！小人见过官人。三胖，这怎么回事？老大，是这样的，他们说西郊山顶上有龙，我正要去看一看。我刚一出城门，就看见他在城墙边上烧纸，面前摆着一碗米饭，然后神神叨叨的，嘴里说着什么不要怪我，赶紧安息吧之类的话。我一看他是武师胡一案的相关人，我就把他带来了。你在给谁烧纸？回官人，是烧给我师父胡毅的。为什么不在他家烧，要去龙王庙？回官人，他是我师父，我自然希望他在那边能过得好一点。老大，我到了以后，他鬼鬼祟祟的，一搜身上有写着胡毅名字的布偶，写满了诅咒。他除了脾气不好，打过你之外，还有什么？他一直都瞧不上我，说我练武也是没有出路的，说我是练野路子的杂种，所以你就怀恨在心，把他给杀了。官人呐，我真的没有杀他，我只是因为之前和他有些不和，现在他走了，我害怕他回来找我，所以我才……那你认识小鞋匠田一秋吗？认识。他也死了，和胡毅的死法一模一样。据传，你和他也有结怨。没错，他弄坏了我的鞋，还要跟我收钱，我当然不干了。后来呢？后来我就再也没有去过他那儿了。错。后来你对他也有记恨，就把他也杀了。不是的，官人呐，我真的没有杀人呐。那你为什么心虚？我只是害怕他们死后都回来找我。你没做亏心事，为什么怕他们找你？
带下去吧。官人，我是冤枉的，官人，我冤枉的，官人。现在就说周南是凶手，会不会太草率？怎么了？胡毅跟田一秋都死在同一个晚上，而且死亡时间也相差无几。如果凶手真是周南的话，他怎么可能在同一时间，在2个相隔甚远的地方，杀死2个健壮的男子呢？如果有同伙的话，那也不难做到。所以就需要我们再详细的调查一下。我回来啦！你先下去吧。事儿办成了吗？哼，只要我把这个龙王杀人案破了，李治分分钟帮我摆平。那案子现在破了吗？客官，您的菜。这个嘛，我饿了，有吃的吗？就知道吃。请问哪位是摩多罗萨？请问哪位是萨多罗？哪位是多罗罗？您的酒。萨摩多罗好吗？啊，不好意思啊，这请柬上写的确实是萨摩多罗。请柬？我家主人请萨摩先生2日后准时赴宴。好吧，原谅你了。啊，不过你要记住我的名字，萨摩多罗。萨摩多。走。您收好。公子，里面请。请。里面请。请。当心脚下啊！您请。你往这走。哎，你们这儿的风水很特别啊！哦，主人请风水先生过来看过，说是财要旺就得这样摆，这样的话吴府的财运才会源源不断。哼。公子，啊，公子还是请随我到前厅吧。今天晚上主人可是准备了全鱼宴呢。怎么不是烧鸡呀？哎，有没有烤羊烤鸭？我昨天又去了一趟吴洪熙的府上，你猜怎么着？撑着你了。只回答对了一半。案子能到这程度，没工夫听你在这瞎扯。哎，老大，查到了。查到什么了？这个周南啊，因为从小在水边生活，所以他水性极好。切，水性不好，敢跳到河里去游泳？你别打岔啊！而且有人看到啊，他总在河里游泳，几乎每天都不间断，冬天都敢往冰河里跳。接着说。他对这2个人如果积怨很深的话，他可以给这2个人下蒙汗药，然后把他们2个拖到水中溺死之后，再拖回床上。这会儿呢，药效也过去了，尸检也检不出什么。这样等到第2天早上，有人发现，这不就完了吗？这个胡毅的起居啊，每天是这个周南来照顾。这个田一秋呢，娘子又回了家，所以只剩他独身一人，所以杀他呢，也并非什么难事。怎么这种眼神看我？是不是觉得我很棒？走吧，陪我再去一趟胡府。我呢？你去找一趟双叶，帮我打听个事儿。什么事儿？你不是很棒吗？你猜啊。你还记不记得当时现场的情形？大致记得。当时是不是水积满他的被褥，连床边的地上也有水？没错。那除了床边，其他的地方都完全没有水渍。你当日没有来，怎么记得这么清楚？因为鞋匠田一秋家的状况也是一样的。
死者应该不是被杀死之后又带回现场。如果那样的话，这个地面上跟床上应该都差不多会有水渍，又怎么会当你们赶到现场时，床上水渍未干，而地上一点水渍都没有？而且，这被褥湿的程度，也不是一个人身上能带回来的水吧？那会不会是凶手故意在床上弄了很多水？没那么复杂。哎，怎么？刚进来时我没有注意，这里的风水也被人改变了。3句话不离风水，你是抽风了还是脑子进水啊？这些东西看似摆得不经意，实际上却悄悄地布了一个局，堪舆术语叫现空陀，天下最阴的阵法。亡灵在这个阵中无法超度，被困于庭中，永世不得超生。你是说，有人杀了人之后又来布了局？哎，打听一下，这些东西都是谁摆放的？哦，都是胡师傅生前的好友送的。还有那个姓吴的大善人送来一些东西，都是随意的堆放在这儿的。谢谢啊。哎，又是这个吴洪熙。看来这个吴大善人还真是有钱人呢。这个吴洪熙以前做的是土产生意，后来经高人指点，就改做水产生意。自此以后啊，那是做的风生水起，赚得盆满钵满，一时无两。这么说，这吴善人风水还挺好，还真是靠水发的财。哎，今晚还有寿宴呢，去不去？反正我又不用销案底。问到了。你问到什么了？您这边请。双叶问你，你怎么知道的？猜的。你们说什么呢？哎，我要走了，我可不能让吴大善人久等。哎，说什么呢？那，你猜呢？哎呦喂，真厉害！这么热的天儿，从哪儿弄来的大冰块？可不是嘛，大人，大户人家真会享受。这季节的冰块比黄金还贵呢。哎呀，走，往那边看看。恭喜吴大善人！恭喜吴大善人！恭喜啊！恭喜恭喜！您真闲。就是。
唉，今天晚上的月亮好圆呐。哎，我是客人，你们就这么对待客人啊？来人呐！救命啊！有僵尸啊！吴家以水产生意为生，用北地玄珠来治病，是为了延长货物的存放时间。可那2个人又不是你们的货物喽。你在胡说些什么？所以，所谓的龙王之怒只是个幌子。想要把人凭空溺死的话，还要靠冰。每个死者的床上都有一滩水渍，四肢浮肿，很容易让人想到溺死。可尸体上的暗红色尸斑，可以是溺死的，也可以是冻死的。你们先将冰棺里面注满水，再把死者放入冰棺当中溺死。然后你们就离开了。冰化之后，自然床上只会留下一滩水渍，看上去就像是龙王的诅咒。起初我想不通，带着能把人装进去的大冰棺走来走去的话，不是很引人注目吗？可是如果是冰板就不同了，你们只需要把冰板带到死者的家中，然后在连接的地方倒上冰水，冰板很快就可以组装成一个大冰柜。再加上死者都是一个人在家中，很难有人发现你们的踪迹哦。小子，你到底是听到的还是看见的？猜的啦。你知道这些又有何用？带你进来的时候，就没打算让你活着出去。哎，你们干嘛？想溺死我？我有3太子护身，淹不死的。哎，干嘛装模作样耍那个帅啊？还不快来救我啊！命都要没了，话还那么多。吴红熙呢？已经被我抓住了。他刚见我带人来，一脸惊慌，没逼问2句，立马就招了。带走。哼。命中5行缺水，高人给我看过，帮我改名洪熙，意在天水。可是他说我命中有一个死劫，是难以躲过的，除非以特别的方法来换命。什么特别的方法？杨傀儡，他说让我找几个不同命格的人，以水溺死，再取其魂魄，经过修炼，借此道法，就能改变我的命格。所以，胡毅和田一秋，就是你挑选的人。对，他们2人命里是有水之人，之后再凑齐金、木、火、土4种，才能转我的命。如果案子没破的话，你还要再杀8个人。说的是啊。不对啊，胡毅，他不是命里缺水吗？你说什么？哦，哎，你不知道啊？他原名呢叫胡大刀，也是因为命里缺水才改名叫胡毅的。
看来你请的大师手段不高明啊。来生还是请我吧，给你打8折。你上次说哪几个东西是局啊？这个，那边那假山，还有那个东西，还有门口那棵老槐树。三炮是。你怎么会突然想到来破坏这个阵法？那些死者，总不能让他们的亡灵一直困于此地吧？你还相信这些？你是抽风了还是脑子进水啊？好好说话。等会儿，之前说好的案子破了，那我早就给你解决了。好，算我欠你个人情。2个。哎，不是说好了破案免费抵掉1个了吗？你行不行，抠门哥啊？伙计，酒没了。来了。你怎么还没睡啊？客人都没睡，我怎么敢睡呀？来，我私人的珍藏，古井烧春，酿造3年，窖藏5年，真的是好酒，怎么喝都不上头。算了，烧刀子就行。您的好酒，我喝不起。免费送你。那更不能喝了。为什么？您的案底，我是真消不了。我有什么案底？什么案底？你说清楚。人证、物证有吗？说清楚，我马上跟你走。你急什么呀？我什么时候说要抓你了？李少卿，咱们相识这么久了，我的为人，你应该很清楚了。当然，承蒙你和萨摩鼎力相助，才让大理寺屡破大案，名震朝野。只是这朝堂之上，会有些微词。他们说我什么？他们说我们俩有什么？不提也罢。你给我说明白了啊！不说明白，你今晚别想走。说咱俩有私情。那咱俩有吗？没有吧？那你有吗？当然没有了，谁会喜欢你这么个木鱼脑袋呀？谁会喜欢你这种又抠又凶又狡猾的悍妇啊？怎么了？你。
这个你碰到的，不，那个我下月领了薪水，我一定会还。不是，有点晚了，今天我就先回去睡了，你也早点休息。